大家好，我是阿里，欢迎来到阿里厨房。今天咱们来做咕噜肉，咱们就从糖醋汁儿开始。准备一口砂锅，熬煮酸性饲料，一定要避免使用铁锅。进去100克清水，开小火，20克山楂片和50克红片糖。山楂片要提前泡一下，清洗干净了，都倒进砂锅里。等沸起来了，改成小微火力，保持这种微微沸腾的状态，盖上盖子，熬煮10分钟左右。期间来调个酸汁儿，30克4.5%的米醋，没有它就不能叫糖醋了。30克番茄酱，主要是用来提色的，传统一点的可以用甜菜根来熬色。15克椰汁儿，其酸味来源于罗望之果。15克酸梅酱，也可以用剁碎的酸梅。再挤进去小半个柠檬汁儿，混合均匀了。10分钟后，山楂基本出味了，把山楂片捞起来，不要扔掉啊，可以用来泡山楂茶。调好的酸汁进去，再加入2克盐，拌匀了，小火煮沸，盛起来备用。糖醋排骨、糖醋虾球、厦门炒米等等的菜式都可以直接使用这个糖醋汁了。一个菠萝，去底、去皮、去丁，再去掉头部。据说这个头还可以再种出来一个菠萝。冲洗干净，把它切开，再切开。去掉菠萝心，喜欢爽脆的也可以留着啊。再切成厚片，用凉白开和2克盐泡着备用。怕麻烦的也可以直接使用菠萝罐头。500克五花肉，除了五花肉，还可以用前腿、后腿、猪颈肉这些肥瘦相间的部位，而里脊一类的精瘦肉最好就不要用了，太瘦了，做出来会发财，就不好吃了。去皮，切成大小差不多的小块。既然决定了要做这个菜，那就做得规整一点。最后得到差不多280克比较合适的肉块。这些太肥太瘦的零碎可以拿去炒菜、熬皮冻啥的，也不会浪费的。进去2克盐、2克糖、一点点胡椒粉，抓匀，手上感觉发黏了。进去1个鸡蛋黄，再做匀了，就可以上粉了。要一点一点的加，直到发干不粘手了就差不多了。我用了差不多45克的土豆淀粉，其他的淀粉也不是不行，但效果会差很远。逐一的用点力握成球，这里只用了1个蛋黄，会出来酥化的效果，同时粉层也比较薄，自个儿吃的还是肉多的，嚼起来比较爽嘛。如果是进去1个全蛋，再多下去1到2倍的淀粉，就能出来脆脆的口感。上好粉的肉不宜久放，做好了之后马上起锅，进去800克左右的油，你喜欢的什么油都可以，我用的是花生油。这里插播一下，用筷子检验几种油温的状态。120度的时候筷子进去的状态，150度、180度、210度、240度。其实雷射温枪只能测出表面的温度，精度并不算太高，也就是个参考而已。重要的是要在油炸的过程中对油温的判断，这就需要一点点经验了，运用身体各个感知器官做出动态的判断，从而是控制火力和时间。好，回过头来开炸，油温升到180度左右，就可以把肉倒进去了，同时把火关掉，先不要动它，给20-30秒它定定型，再用筷子稍微推散一下，不用开火，利用余热把肉浸熟。因为粉层比较薄，可别指望它会浮起来。以现在的油量、肉量和肉块的大小，约莫1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。再开大火，把油温抬起来，把刚才吸进去的油给逼一下，小1分钟那样吧。
就可以关火捞起来了。这时候的肉基本上已经熟了，放一边稍放凉。因为裹的是干粉，所以油里的残渣会比较多，一定要仔细捞干净了，否则成品出来就会变成黑芝麻球了。肉块在冷却的过程中会不断的释放水蒸气，皮壳吸收了水分就会发软。油温升到210度左右，再次下锅。浮炸的目的就是利用较高的油温瞬间加热皮壳，逼出水分，同时避免热力再次传导到内部产生水蒸气，还原出我们想要的口感。有个10来秒就可以捞起来了。粉层比较薄，你是听不到砰砰的撞击声的，但可以摩擦一下就能听到沙沙的声响，这也就是酥酥的响声。接着来切一下青红椒，丰富一下成品的色彩，改刀成菱形片。再来挑几块大小合适的菠萝块，喜欢吃的可以多放一点啊，剩下的就可以当水果吃掉了。热锅，先把菠萝干煸一下，菠萝在受热之后才会释放出该有的果香气。接着青红椒下去，加一点点油，炒断生了，铲起来备用。5到6克土豆淀粉，进去40克水，搅匀了备用。热锅，进去10克油，关火，摇匀了，糖醋汁儿下去，再开大火开始炒汁儿，把糖醋汁儿往锅边推，让它能产生轻微的焦糖香气，差不多了。分次把芡水加进去，推匀了，这个芡要推得紧一点，我把芡水都用完了，还是略微差了那么一点点。肉块回锅，快速炒匀，配菜也回锅，稍微铲匀了就可以装盘了。圆咕噜的咕噜肉就做好了。咕噜肉的要义在于糖醋汁的调配上。醋酸是一种不仅仅能被味蕾所感知的味道，我们的鼻子和眼睛都能同时接受到它的刺激。一味的提高酸度只会让人感觉不舒服，所以调配糖醋汁的时候加入了几种酸味的来源，减少了刺激性，同时也增加了层次感，凸显其厚度，才能够达到所谓的酸甜醇厚的味感。而加入炒香的菠萝，令这道菜更加的香甜可口，食指大动，让人根本停不下来。我是阿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